欢迎又来到我们 JS 说频道，第57章紫云公主。就在这时，从不远处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阿彻，真的是你？”凤浅扭头望去，只见层叠的林木之间，一名紫衣女子翩跹而来，宛若云中仙子，又英姿飒爽，美得动人心魄。走近时，她唇边的笑意更浓了，四周围的尘嚣似乎都不见了，所有的光芒都属于她，无论她走到哪里，她都是唯一的焦点。乔乔、洛影等人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去，两眼都看直了。凤浅转头去看轩辕彻，发现他也在看他，一刹那，他觉得自己方才的反应真是太可笑了，暗自摇了摇头。阿彻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不喜欢主动和人打招呼？紫衣女子淡然一笑，视线在凤浅身上逗留了片刻，很快就转开了。凤浅有种强烈的感觉，这个女人压根就没有把她放在眼里，这绝对是一个强者在看一个弱者的眼神。是的，她压根没有把她放在眼里，因为她根本不配成为她的对手。有了这样的认知，凤浅心里堵得慌，她无法容忍这样的眼神，像是有人在指着她的鼻子骂她的无能，骂她是个弱者。你怎么来了？轩辕彻道。看不出她的表情，但能感觉到这个女人对她而言很特别。秘密。紫衣女子俏皮地眨眨眼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你一个人来的？轩辕彻往她身后看了看，没有发现其他人。还有我哥哥。紫衣女子道。轩辕彻眯了眯眼道，景天太子也来了。紫衣女子呵呵一笑道，就猜到你会是这种表情，你和我哥还真是天敌，从小到大一见面就掐。轩辕彻冷哼一声，没有再搭话。紫衣女子不再逗他，正色道，对了，方才林子里的动物都往这个方向跑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凤浅目光微微一闪，抬眼望向轩辕彻，却见轩辕彻面不改色地说道，不知道。咦，他竟然替他隐瞒了。紫衣女子似诧异地皱了下眉头，沉吟片刻，又说道，阿彻，能不能帮个忙？我在那边发现了一头妖兽，很不好对付，需要你的协助。火云洞的那头妖兽？轩辕彻思索道。紫衣女子微微吃惊，你也知道？轩辕彻沉吟片刻，点头道，好，姑帮你。说完，他对洛影道，你们留在这里，哪里也别去。最后瞥了一眼凤浅，他欲言又止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和紫衣女子一起并肩离开了。凤浅目送着，觉得二人的背影看起来还蛮登对，天造地设。娘娘，您不想知道他是谁吗？洛影观察着他，试探地说道。凤浅翻翻白眼道，他是谁，关我屁事。洛影咳嗽了声，小心翼翼道，娘娘，您是不是吃醋了？凤浅无语地瞪他一眼道，我有那么无聊吗？可是，洛影还想再说些什么。你真啰嗦。凤浅打断了他，从现在开始，给我闭嘴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到树荫下，开始系统抽奖。大奖，大奖，一定要让我抽个大奖啊！叮，获得隐身符3张。说明时效5分钟，希望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点一个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哟。隐身符，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？贴了隐身符之后，其他人就看不见我了。凤浅有些激动了。是的，主人。凤浅忽然放声大笑了起来，乐坏了，阴霾顿扫。这真是好东西啊！有了它，他就可以横着走了。不过只有3张，他还是得省着点用啊。洛影见他忽然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，以为他受了刺激，再次上前安慰道，娘娘，您千万别想不开，王上对您还是和别人不一样的。凤浅好笑，他不会以为他因为轩辕彻而疯了吧？凤浅道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洛影道，王上他很在意您。他会在意我？凤浅觉得更好笑了。洛影一脸认真道，是真的。方才您在做蛋炒饭的时候，周围那么多的野兽围过来，那种情况之下，王上还是不让我们惊扰您。他说一旦惊扰您，很可能导致您走火入魔。这样，您还能说他不在意您吗？凤浅心下微微一怔道，他真的这么说？千真万确。洛影指了指其他几名侍卫，不信您问他们。6人生怕他不信，用力点头。凤浅回想起先前的事，确实，他完全可以中途打断他的。可他没有这么做，或许他真的是有一点在意他呢，可也难说，毕竟他现在对于他来说是有利用价值的。或许他是为了留着他，帮他说服毒仙，拿到解药，所以才不想他这个时候出事吧。
可他在意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呀。那紫衣女子随便一喊，他便去帮忙了。他认识的轩辕彻可不是那么乐于助人之人。您是说紫云公主吧？洛影道。紫云公主？凤浅诧异。洛影点头道，她就是帝都的紫云公主，天下第一美人，确实挺美的。凤浅道。洛影瞄了她一眼，嘿嘿笑道，娘娘，您还是吃醋了呀？见他瞪过来，洛影立刻改口道，小的错了，小的该死。娘娘怎么会吃醋呢？在小的眼里，娘娘才是天下第一美人。凤浅白了他一眼，少来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刚刚看紫云公主看直了眼。洛影挠挠头，有吗？一定是娘娘的错觉。凤浅懒得揭穿他，又道，紫云公主和你们王上是怎么认识的？洛影一副八卦脸凑过来，绘声绘色道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按照咱们星云帝国的惯例，各领主国、郡国的储君自幼就要被送去帝都，从他们当中挑选出最出色的10个人，留在帝都进行学习和培养，等他们成年之后，再被送回各自的属国。咱们王上自幼就天赋出众，自然而然就在这10个人选当中。紫云公主虽然不是未来储君，但作为帝国国君众多子女当中最出色的一个，也被安排和储君们一起学习，所以紫云公主才会自幼与咱们的王上相识。原来是青梅竹马。凤浅淡淡说道，听说原来帝国国君是有意将紫云公主指婚给王上的，紫云公主也对王上一往情深，但国君最宠爱的雪妃不同意，再加上咱们北燕国的先王意外身亡，王上临危受命，提前归来继承王位，后来这件事也就没有下文了。洛影不愧是个资深的八卦男，这么隐秘的事，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。